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乐华娱乐暂缓 IPO， 估值70亿港元，超90%来自艺人管理。顶流王一博紧急辟谣背后，造星工厂乐华娱乐也冲上热搜。9月2日，乐华娱乐宣布暂缓港股 IPO 计划，资本不再相信顶流了吗？乐华娱乐集团，下称乐华娱乐，是一家涵盖艺人管理、音乐 IP 和运营以及泛娱乐业务三大业务模块的文化娱乐平台，曾被坊间戏称王一博概念股。头顶艺人管理第一股，乐华娱乐曾3次冲击 IPO， 并于今年8月通过港交所聆讯，计划于9月7日挂牌港交所，股票代码为02306HK。其最新估值70亿港元，原定计划于8月24日至8月31日招股，其中香港公开发售1325.60万股，国际发售1.19亿股。但是在9月2日，乐华娱乐公告称，由于考虑全球性通货膨胀、反噬经济及疫情多发散发等因素影响，其将暂缓港股 IPO。成立至今，乐华娱乐共完成3轮融资，投资方包括华人文化、阿里巴巴、字节跳动等。其中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分别于2018年和2020年向乐华娱乐投资 1.2475 亿和 2.775 亿。乐华娱乐在招股书援引福若斯特沙利文报告称，按2021年艺人管理收入计算，乐华娱乐在中国艺人管理公司中排名第一，市场份额为 1.9%。不二研究据其招股书发现，今年1-4月，乐华娱乐营收 3.53 亿元，同比增加 3.40%， 同期其净利润为 0.81 亿元，同比减少 27.28%。在2019至2021年，乐华的营收、净利逐年增长，但其收入结构相对单一，高度依赖于头部艺人管理。以2021年为例，乐华娱乐营收 12.90 亿元，其中来自艺人管理的营收为 11.75 亿元，当期营收占比高达 91.0%。今年3月的一篇旧文中，我们聚焦于乐华娱乐的顶流依赖症悖论。当资本市场不再相信顶流，造星工厂路在何方？由此，不二研究更新了3月旧文的部分数据和图表，以下 enjoy。王一博的新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尚未杀青，镜头便出现在了央视，足以看出其国民关注度，这也将是其第一部挑大梁的作品。近几年的顶流王一博，可谓是在娱乐圈火了半边天。其背后的经纪公司乐华也在近期有了新动作。3月8日，乐华娱乐集团正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，拟主板挂牌上市，这是乐华娱乐第3次向资本市场发出冲击。2009年，杜华创办乐华娱乐集团，下称乐华娱乐，旗下有王一博、韩庚、孟美岐、范丞丞等时下热门艺人。成立至今，乐华共完成3轮融资，投资方包括华人文化、阿里巴巴、字节跳动、悦博资本和荣喜创投等。作为乐华娱乐背后的女人，杜华是个野心家。从小镇来到北京，几次跳槽，最终成立乐华娱乐。最难的时候吃不起饭，找不到工作，最拼的时候生完第1胎，下了手术台就立马投入工作，甚至抵押了房产。倒卖 CD， 做调查员，住地下室，所有北漂经历的，杜华都经历过。乐华娱乐的开始也并不顺利，主要业务是音乐和艺人经纪，
签约的陈好、李小璐经济却都在演戏上，直到签下韩庚，乐华才得以存活。而在乐华娱乐主要股东中，杜华持有 50.18% 的股权。除了娱乐行业，在餐饮和美妆行业等公司也均有涉猎，足以见其野心。据招股书显示，2019至2021年及2022年前4个月，乐华娱乐的收入分别为 6.31 亿、9.22亿、12.90亿和 3.53 亿元，复合年增长率为 42.96%。年内净利分别约为 1.19 亿、2.92亿、3.35亿和 0.81亿元，净利率 18.90%、32.10%、30.60%和 36.20%。不难发现，2021年的营收和净利都有所减缓，或由于其主要收入来源的市场波动影响。同期毛利分别为 2.80 亿、4.93亿、6.02亿和 1.56亿元，毛利率约为 44.3%、53.5%、46.6% 和 44.1%， 在2021年同样也有所下降。在不二研究看来，在杜华强势、坚韧、不服输的性格下，得以有了如今的乐华。近3年，乐华的收入虽略有减缓，但也是直线飞升。近期，偶像塌房事件时有发生，一方面来自于娱乐大众的监管，一方面内娱环境近年来备受重视，乐华娱乐是否能够成功突破顶流依赖症？乐华娱乐的主营业务分为艺人管理、音乐 IP 制作及运营和泛娱乐业务。据招股书显示，2019至2021年及2022年前4个月，来自艺人管理的收入分别为 5.30 亿、8.08亿、11.75亿和 3.17亿元，占收入总额百分比为 84.0%、87.7%、91.0% 和 89.8%。来自音乐 IP 制作及运营的收入分别为 0.75 亿、0.93亿、0.78亿和 0.26亿元，占收入总额百分比为 11.8%、10.0%、6.1% 和 7.4%。来自泛娱乐业务的收入分别为 0.26 亿、0.21亿、0.38亿和 0.10亿元，占收入总额百分比为 4.2%、2.3%、2.9% 和 2.8%。不难看出，乐华娱乐主要依托艺人管理收入为生，而近2年大火的王一博，同时也是乐华娱乐的一哥，在招股书中被提名18次。按微博关注者的数量排序，博得前5的分别为韩庚、王一博、孟美岐、范丞丞和黄明昊。据百度指数数据显示，2019年至今，王一博和孟美岐的搜索指数以绝对优势领先其余3人。在2022年，王一博搜索指数一骑当先，资讯指数也保持遥遥领先，当之无愧的乐华一哥。在惊叹王一博带来的高热度的同时，招股书数据显示，王一博于2014年签约，距合约到期仅剩2年。同时，孟美岐等人也都仅剩1-2年不等。主要艺人的续约问题将会对公司产生较大影响。此外，据招股书显示，2019至2021年及2022年前4个月，艺人管理的成本分别为 2.88 亿、3.84亿、6.34亿和 1.97 亿元，复合年增长率为 33.43% 和 65.27%。2021年较2020年有所提高。对比同期净利率 31.66% 和 25.99%， 以及毛利率 52.5% 和 46.0%， 却与之相反。2019年6月，王一博凭借《陈情令》得以出圈，
也是在之后1年时间，乐华的收益得以飞升。或是由于其流量天花板渐显，2021年收益增速也略逊于2020年。但这并不妨碍王一博作为乐华一哥的事实。截至2021年底，王一博的数字单曲《无港》和《我的世界》首则分别售出约1760万张和1520万张，在乐华娱乐众多数字单曲中拔得头筹。在音乐 IP 制作及运营分支中，王一博也同样是主力输出。若按照市场价3元张的价格，仅王一博的2张单曲收入就近1元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